宇宙中存在着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宇宙并不是它现在真实的模样。因为那些遥远天体发出的光传播到地球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宇宙过去的样子。换句话说，你每天仰望的星空其实是一台巨大的时光机器，而你正在用肉眼穿越时间。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但它是真实存在的物理法则。更可怕的是，就算此刻有一颗恒星爆炸了，你可能要等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亿年后才能知道这件事。那么问题来了，光到底有多快？它真的需要时间才能传播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都坚信光是瞬间到达的。你点亮一支蜡烛，光立刻就充满了整个房间，根本感觉不到任何延迟。古希腊哲学家们甚至认为光是眼睛发射出去的射线碰到物体后再反弹回来，让我们看见东西。这个理论现在听起来很离谱，但在当时却被奉为真理。直到1676年，一个丹麦天文学家打破了这一切，他的名字叫奥勒罗默。罗默当时正在巴黎天文台工作，他的任务是观测木星的卫星木卫一。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木卫一被木星遮挡的时间有时候比预测的早，有时候又比预测的晚。按理说，天体运动应该像钟表一样精准，怎么会出现这种误差呢？罗默仔细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不是木卫一的问题，而是光的问题。当地球靠近木星的时候，光传过来的距离更短，我们看到木卫一被遮挡的时间就会提前。当地球远离木星的时候，光要走更长的路，我们看到的时间就会延后。这意味着什么？光不是瞬间到达的，它需要时间来传播。罗默根据地球和木星之间距离的变化，计算出光速大约是每秒22万公里。虽然这个数值跟现代测量的结果有些误差，但它成功证明了一件事：光速是有限的。这个发现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到了1729年，英格兰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雷利用一种叫恒星光行差的现象，进一步验证了光速有限的理论，并且计算出光从太阳到达地球大约需要8分20秒。等一下，你听清楚了吗？8分20秒，这意味着你现在抬头看到的太阳，其实是它8分钟之前的样子。如果太阳此刻突然熄灭了，你还能继续享受8分多钟的阳光和温暖，然后才会陷入永恒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后，科学家们利用激光干涉技术，精确测定了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每秒29979万2458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每秒约30万公里。这个速度快得难以想象，1秒钟可以绕地球7圈半。但即便如此，光速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依然显得太慢了。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它距离我们约 4.24 光年，这意味着比邻星发出的光需要4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你现在看到的比邻星是它4年前的模样。4年听起来还不算太夸张，对吧？那我们继续往远处看，北极星，那颗指引了无数航海者方向的星星，距离地球大约433光年。你今晚仰望北极星的时候，看到的是它在明朝中期发出的光。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万历年间，张居正刚刚开始推行改革。再往远处看，猎户座的参宿4，也就是猎户座左肩膀上那颗红色的巨星，距离地球大约700光年。这颗恒星的体积是太阳的10几亿倍，但它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晚期，随时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天文学家们预测，如果参宿4爆炸，释放出的光芒将比满月还要亮，即使在白天也能看到，这将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壮观的天文奇景。但问题是，参宿4可能早就已经爆炸了，只是爆炸的光还在700光年的旅途中，还没有抵达地球。我们此刻看到的参宿4是它700年前的样子，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元朝末年。这种感觉是不是很诡异？你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现在，但其实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过去。如果你觉得几百光年已经够远了，
那接下来的内容会让你彻底震撼。2022年，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发回了一张令全世界惊叹的深空图像。在这张图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距离地球约135亿光年的古老星系。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它135亿年前的样子，而我们的宇宙根据目前的科学推测，大约在138亿年前诞生于一场大爆炸。也就是说，这个星系形成于宇宙诞生后仅仅3亿年左右。那时候的宇宙还非常年轻，第一批恒星才刚刚开始燃烧。我们通过望远镜居然能够看到宇宙的婴儿时期，这简直比任何时光机都要神奇。但这里有一个更加细思极恐的事实，这个古老的星系经过135亿年的演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它还存在吗？里面的恒星还在燃烧吗？有没有诞生出像地球一样的生命？答案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就算这个星系现在发出一道光告诉我们它的现状，这道光也需要再走135亿年才能到达地球，而到那个时候，地球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太阳可能已经膨胀成红巨星，吞噬了整个太阳系。这就是光速的残酷限制，它让我们能够看到过去，却永远无法看到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大型星系是仙女座星系，它距离地球约254万光年。天文学家发现，仙女座星系正在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朝银河系飞来，预计在大约45亿年后与银河系发生碰撞。但讽刺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仙女座星系是它254万年前的位置。那时候，地球上的人类祖先还在非洲大草原上艰难求生，连石器都还没学会制造。仙女座星系现在到底在哪里？它现在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光速限制了我们观测宇宙的能力，那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光速呢？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无法达到光速，更不可能超过光速。因为当物体接近光速时，它的质量会无限增大，需要的能量也会无限增加。你需要整个宇宙的能量才能把一粒沙子加速到光速，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光速成了宇宙中信息传播的终极限制。任何信号、任何图像、任何信息都无法超过这个速度。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在100光年外的星球上，此刻正用超级望远镜观察地球，他们看到的会是什么？是1925年前后的地球。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希特勒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人类还没有发明电视和计算机。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用最强大的望远镜观察那颗100光年外的星球，我们看到的也是它100年前的样子。也许他们的文明在这100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可能已经毁灭或者迁移了，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时间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天体都是它过去某一个时刻的快照。距离越远，我们看到的历史就越久远。这既是宇宙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令人无奈的地方。但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止的画面，而是无数个不同时代的光芒汇聚在一起。有的光来自几年前，有的光来自几千年前，还有的光来自宇宙诞生之初。你的眼睛正在同时接收来自不同时代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都是一个时间旅行者。你站在地球上，用眼睛穿越时间，阅读宇宙的历史，那些已经消亡的恒星，已经演化的星系，已经改变的宇宙，都通过光把他们曾经的故事传递给了你。这大概就是宇宙送给人类的最神奇的礼物吧。也许有一天，人类能够突破光速的限制，真正实现对宇宙实时状态的观测。但在那之前，我们依然会继续仰望星空，继续在光的时间牢笼中一点一点拼凑出这个浩瀚宇宙的真实面貌。而这正是科学最令人着迷的地方。